什么？我的爷爷是黑帮大哥罩着自己，不会进错片场了吧？这天，薛雪到了薛家老宅给爷爷按摩，薛老爷心疼孙女，让薛雪坐下休息。司机陈叔看着如今和谐的两人，曾几何时这祖孙二人也是嚣张跋扈，互不低头，哪有此刻1%的温情啊？薛雪握住爷爷的手说不累，重生一世的时候才知道，只有爷爷是真心对待自己的人，只是曾经的自己太傻，不懂得珍惜，全然罔顾了爷爷的嘱咐，把薛家和云家的财产拱手赠与豺狼。爷爷还是单刀直入的问我怎么看待母亲把孤儿领回来的这件事，从不会像商场那样迂回的试探，可现在我早已明白，这是他对看中的人独特的方式。薛雪无奈的说道，既然母亲把他带回来，那我别无选择。爷爷表示自己查过那个女孩，确实是在孤儿院长大，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薛雪反问爷爷的意见，却被爷爷宠溺的说，明知道我的想法还装蒜调皮。爷爷向来不是什么仁慈之辈，况且身处这个位置，行事向来小心谨慎，如果不是，恐怕被身后那些盯着的眼睛吞得尸骨无存。只要威胁到我的隐患，爷爷肯定会采取不寻常的手段让他消失。只是就算旁人看来是意外，向来明白爷爷手段的父母却心里清楚，到时肯定会不舒服。薛雪摇摇头说，始终会有破绽的，丫头，虽然你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但我教给你的都是堂堂正正的东西。那个女孩从孤儿院长大，不知道有多少谋划和算计。爷爷语重心长地说，薛老爷认为薛雪原本就是个很优秀的女孩子，以前想不通总和我对着干，这次恰逢大难，反倒让她朝优秀的方向努力。但这温室的花朵又怎么经得起风雨呢？爷爷你不要太小看我，我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呢。薛雪得意地说道，那些黑暗的时光早就给我超乎常人意志力和忍耐力，我不会输的。你这丫头，爷爷觉得或许这样也好，让她经受点磨难，锻炼下，反正我也看着。爷爷突然问起薛雪，那过2天的聚会呢？这个母亲带女儿进高档美容会所，从上到下收拾一番，准备钓男人。被爷爷突然问起的聚会，薛雪想起曾经自己在聚会中遭遇到了可怕的事件而手足无措，被以往嫉妒着自己的各家千金嘲笑，只有那个叫凌晨的少年为自己伸出援手，而薛雪将这只把他拉进深渊的手当成救命稻草。还有那个假惺惺的妹妹匆匆赶来，上演了一场姐妹情深的戏码，只有自己莫名的感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原来妹妹的目标是凌晨，凌家那时正是扩大的关键时期，需要和薛家千金联姻，也真是难为凌晨这么辛苦的忍受，名声已经被毁了的自己。薛雪问道，我们一定要参加吗？爷爷回答，这场宴会是姬家小公子的生日宴会。哇哦，看着逆光帅气的背影，男主很快就和大家见面多，先给个背影大家解解馋。如果说薛家是因为和云家联姻，有着藐视大多数贵族和豪门的资本，而站在贵族上层的位置，那么姬家则是轻轻吹一口气就能藐视一切的存在。这个从来不问世事的尹氏家族，却在国内外的经济上几乎都有姬家的踪迹。几次大操大办的宴会，也都是为了姬家那个唯一显露在外的小公子。可想而知，若是薛家不去参加宴会，就算姬家不计较，也有大把人浑水摸鱼群起而攻之。我知道了，薛雪无奈地说道，这个上一世我压根都接触不到的家族，这次去摸一摸尘世中老虎的胡子会怎么样呢？周日一大早，薛雪就被母亲带到高档的美容会所，从上到下做了个护理。薛雪从上一世到现在，也还是不热衷于参加聚会，可母亲云如显得有点狂热，看向薛雪的目光不像是母亲的慈爱，更像是估量着商品价值的商人，还赞扬女儿越来越好看了。母亲心想，如果小雪能进入姬家这样的顶尖贵族，我母凭女贵，岂不是能成为人人敬仰的存在？薛雪看着把自己看入神的母亲，忍不住问，母亲，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吗？母亲感慨地说，你年龄也越来越大，长得这么好看，以后也不知道便宜了哪家的小子，嫁人这一世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。亲情也只不过是一张脆弱的鉴定书，世界上还有什么感情是牢靠的呢？尤其是男人的感情。薛夫人，突然有人喊了下母亲，原来是白莲花表姐冷霜和她的母亲情敌来了。白莲花妄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终于露出白眼狼本性。薛雪被母亲带着到美容会所做护理，为参加姬家宴会做准备。在那遇见了白莲花表姐冷霜和她的母亲情敌。情敌他们家不过是看薛家在洪师大，强行攀亲戚，抱着薛家大腿的寻常生意人。若不是情敌会做人，把母亲鱼如伺候的服服帖帖，他和他女儿也不会生活的如此富裕。只是上次冷霜的车子撞上了薛雪的车子后，两家的关系就疏远不少。情敌冷言说道，小雪比平日更好看了，是为了姬家的宴会。云如不耐烦地说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作为母亲带女儿前来保养罢了。秦迪一脸欠揍的模样，保养啊，我也带小双前来好好保养，毕竟她是即将加入姬家的人，就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要好好的供着呢。
我只是和姬家小少爷约会过几次而已。母亲，你可别乱说。冷霜表面上一脸羞涩，心底里却趾高气昂。前几天还仰望薛雪的鼻息，只要抱上姬家这条大腿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日后两人的身份就会颠倒，薛雪将成为他身边的一条狗。母亲听后大怒，你们可别乱说话，姬家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攀附，就凭你们的身份。秦迪就像发白日梦一般沾沾自喜。是啊，我们只不过是薛家的远房亲戚，日后就是姬家的亲家，到时我一定会记着现在这份恩情，好好回报了。云如指着秦迪大声呵斥，真是不要脸！我云如这么多年养了条没心没肺的狼狗。秦迪拨开云如的手，薛夫人这么多年不也把我们当狗了？喜欢就赏一根骨头，不喜欢就丢点残羹冷渣，真以为自己有多高尚？云如彻底被激怒，好，我们走着瞧。生气的拉着薛雪离开。冷霜突然叫住薛雪，薛雪，咱们宴会上见。冷霜好像暗示密谋着什么，要让薛家千金的身份蒙上污点。好啊，那就宴会上见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宴会上真的会发生很精彩的事情，但这一世的薛雪根本没在怕的，不是吧？母亲竟让亲生女儿向男人主动献身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母亲被秦迪气得半死，心想那可是吹口气就能让我拥有的一切灰飞烟灭的姬家啊，绝对不能让秦迪抢先一步。还抱怨薛雪不争气，为何不能再优秀，甚至更优秀，优秀到能让姬家小少爷自动送上门呢？薛雪觉得母亲真是太贪心了，自己已经很努力做到母亲想要的模样了，如果再贪心，会受到惩罚呢。母亲云如突然握住薛雪的手，命令似的让薛雪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这次宴会一定要吸引到姬家小少爷。云如认为自己的女儿长得漂亮又完美，只要女儿豁得出去，姬家小少爷这种正值青春期的冲动少年，怎么可能弄不到手呢？薛雪有点担忧地说，可是那边是姬家小少爷啊。母亲有点懊恼，女儿为何还不懂？富贵险中求啊，只要能嫁入姬家，我们一辈子都不用愁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是一辈子不用愁了。薛雪一脸困惑地说。云如被薛雪突然说的这句事实弄得有点恼羞成怒，你懂什么？根本不够。如果能嫁入姬家，所有人在你眼中都是能随意揉捏的，别说是秦迪这种下三滥的角色了。薛雪望着满腔怨气的母亲，说到底还是贪念，明明已经拥有很多了，还奢求更多。今天不过是被刺激了两句，就让自己的女儿不择手段去献身，这样还配当母亲吗？真是和以前一样面目可憎。薛雪无奈地说，我知道了，母亲。云如看到薛雪这般敷衍的态度更火大了，要不是薛雪是薛老爷子一手带大，我不好再多说什么话，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他。陈叔听着两人的对话，都对这样的母亲无语了，怪不得当年薛老爷子不满意这个儿媳，才把孙女接到身边亲自教导，想让女儿用下三滥的手段牺牲色相，却罔顾她的幸福。就算用这种方法嫁入姬家，也不会被尊重，这样唯利是图的人简直太可恨了。幸亏小主人从小在老爷身边长大，要不然被这种母亲教导，那才是真的毁了。薛雪回到薛家和陈叔道谢后，便快步跟上母亲的步伐，转头陈叔就把今天的事告诉薛老爷。